战事激烈的俄乌战场有新消息传来，东乌民兵在巷战中的勇猛程度堪称超乎想象。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这段时间的乌克兰战场局势不能说有太大的变化，但确实是每天都有新消息传来，在稳步向前推进当中。除了基辅这场围而不攻的政治仗以外，俄军在乌克兰战线其他各处的军事仗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一方面是伴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更多的东乌民兵和车臣援军的加入，乌军这边原本针对俄军兵力不足，尤其是步兵不够的弱点才能发起并得手的一些后方偷袭战，近期也少了许多。反倒是腾出手来的俄军开始组织精锐步兵执行特种作战，刚刚在基辅城下打出了一个一次性击毙2名乌军上校的斐然战果。另一方面，在南方战线的马里乌波尔，由俄军主导，车臣军以及东乌民兵参加的联合攻城作战，至今仍旧在稳步推进当中，准备给予被包围在马里乌波尔城中做困兽之斗的残存乌军与亚速营极端武装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东乌的民兵在残酷的巷战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部分战斗中甚至打得比俄军还猛。这也就令很多军迷产生了一个疑问：东乌民兵作为俄军的一支辅军，也没有像车臣军那样战力彪悍的过往历史，为何作战会如此凶猛顽强，又战力彪悍？要解释这个问题，虎哥就得先来跟大家谈谈东乌这块地方的过往事迹。东乌的卢顿两州长久以来一直很不受乌克兰政府的待见，尤其是受西乌的偏见和歧视很大。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曾经有过一段经典发言，叫西乌克兰的孩子能上最好的幼儿园，东乌克兰的孩子只配蜗居菜窖。堂堂一国总统能说出此番言论，可见东乌的卢顿两州受歧视和偏见的程度。客观上来讲这也是加剧了卢顿两州独立情绪的主要原因。卢顿两州早在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被严重撕裂，而在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整个东乌又成了武装冲突的主战场，变成了战争前线。在迄今为止的8年时间里，有难以计数的东乌民众命丧于臭名昭著的亚速营、艾达营、顿巴斯营等乌克兰新纳粹武装之手。老人、妇女、儿童更是主要受害者群体，被亚速营等席卷过的东乌村庄更是只剩下一片惨状，受害者不计其数。这笔血债和血海深仇一直都被记在了账上，直到今天。从目前已经公开的一些战地影像资料中，我们也能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投身前线在马里乌波尔城区作战的东乌民兵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兵，有些更是早先被迫拿起枪来保卫家园，免遭亚速营荼毒的东乌老矿工。这些东乌民兵在巷战中作战勇猛，甚至高于俄军。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军目前确实缺少大量的步兵来填充进巷战战场，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俄军总数也不过10万，刨去后勤保障和医疗运输等非战斗人员后，俄军实际可用的战斗兵员还要更少，属于明显的步兵不够用，自然就需要辅军来在巷战中多出力。除了车臣军之外，也就只有东乌民兵能往前顶，协同俄军一起猛攻。再有一点便是虎哥前面提到的血海深仇，这些上了年纪的东乌老民兵、老矿工当中，不乏有亲友家人惨遭亚速营毒手枉死者。现在亚速营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末日将至，被围城中插翅难逃，即将彻底覆灭。这些东乌老民兵们是无论如何也要来当最后的复仇执行者，为枉死于新纳粹之手的亲朋好友、邻居们报仇的。其在巷战中的勇猛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再者，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东乌民兵们装备不好的情况目前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因为相当一部分乌军的抵抗意志不强，甚至有因为车臣军的凶名在外而被直接吓跑者。从投降和逃跑的乌军那里打扫战场收缴来的装备，不乏有 T64BV 主战坦克、BMP1 步兵战车、
BTR 轮式装甲车等重武器。至于单兵武器就更是豪华，北约支援乌军的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铁拳3火箭筒等强力单兵武器均被俄军大量收缴并移交东乌民兵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下令，将这些收缴来的装备优先提供给东乌民兵使用，换装提升战力。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次又是结结实实的当了次称职的运输大队长，让原本手里拿着 RPG 火箭筒和老 AK 步枪的东乌民兵摇身一变成了坦克、步战车都有、毒刺标枪在手的先进机械化部队。这同时也意味着臭名昭著的亚速营、爱达营等将会在用上了更强力装备的东乌民兵打击下迎来更加彻底的毁灭。